超欢迎来到巧儿早咖，我是巧儿。如果呢你正在找吃不胖的甜点，那这个影片一定要看。今天的主题呢是低糖烘焙，我会推荐好几款完全不用面粉、零砂糖是零哦的甜点食谱，而且都非常好吃，特别适合呢如果你正在做低糖、无麸质或者是生酮饮食的朋友们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会跟你分享，就是这一次在实验当中，我发现不同代糖呢，它用在烘焙上的特性是什么，还蛮重要的。如果你之后呢想要自己替换的话，以及有哪些必买的低糖好物，只要改吃它们，糖分摄取立刻减少90% 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这次的影片呢是跟 iHerb 合作。说到减糖的相关产品啊，iHerb 呢是我最常用的平台了。可能因为现在这些品牌啊都算是小众商品吧，就是实体通路呢大部分都没有卖，那所以呢我就会在上面买，那有很多选择。低糖烘焙不是只有做饼干而已哦。今天介绍这一款呢是零砂糖的巴斯克 cheese 蛋糕。那原版呢是用到大量的砂糖，我们把它全部替换成这个 Allulose 稀少糖，可以大大降低它的热量，还有减少血糖的震荡。今天尺寸呢是一颗6寸15公分的蛋糕模。巴斯克乳酪蛋糕堪称最简单的乳酪蛋糕，新手也完全不用担心。一开始透过隔水加热的方式将奶油乳酪融化，为了防止侧边过焦，我会额外呢包个铝箔纸。倒入稀少糖，彻底搅拌让它溶解。依序加入全蛋、玉米粉、鲜奶油跟香草精。每一项材料确实都有充分的混合之后，再加下一个。面糊呈现稀稀流流的状态，倒入模具内。巴斯克蛋糕呢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搅拌均匀，但不要让它打发。做完了吗？对，就是这么 easy。吃一款只要搅拌就会成功的甜点。放在烤箱的中层220度烤30到35分钟。如果你是上下火的烤箱的话，你可以设定230度，下火210度。要烤到呢表面呈现一个深咖啡色，但中心仍有点水水的尚未凝固的状态，出炉。在室温彻底放凉约2个小时再来吃它。接下来是早餐品项。那接下来跟大家推荐呢，就是零砂糖的榛果巧克力酱 Choco Zero， 没有用砂糖，而是完全用 Monk Fruit 罗汉果糖来做它的甜味剂。那我觉得它是比 Nutella 很好的一个替代品，因为像 Nutella 一半以上都是砂糖嘛，那这个呢就是完全没有砂糖。然后如果你是吃生酮啊，或是你是吃纯素的朋友都 OK， 然后里面的材料呢都是比较天然一点的。先来烤吐司。那我觉得它这个酱的好处啊，就是我自己之前曾经有尝试过做 Nutella 榛果巧克力酱，我发现就是刚做完还可以抹，但冰过变超硬。那市售好处是它可能有加一些乳化剂，让你在常温呢也可以完全轻松的抹开，然后来试吃一下。吃起来不会太甜，而且很像 Nutella。
用这种代糖啊，会吃起来会不会凉凉的？它完全不会。只是我发现呢、这吐司味道很奇怪，上面明明就是写蔓越莓，可吃起来是百香果口味。第一次吃到百香果吐司，好难吃。百香果吐司下次不会回购。赶快来做下个品项，不用面粉，用杏仁粉做的松饼。干性材料放一锅，有杏仁粉、泡打粉跟一点盐。另外一碗打1颗蛋，确实把它打发成淡黄色，然后充满泡沫状，约1到2分钟。加牛奶或者是杏仁奶，不加糖，加的是加拿大有机的枫糖浆。2个混合均匀，松饼面糊完成。这款食谱呢，会比一般的松饼面糊更有流性。不粘锅，用中小火预热后，每一片约2大匙的面糊量。杏仁粉松饼会比一般的松饼更快上色，大概2分钟左右，你就可以确认一下它的上色程度，看要不要翻面。哇，颜色好漂亮哦！耶！每一片呢，总共煎3到4分钟。那这个松饼呢是用杏仁粉做的，然后枫糖浆的部分我特别选 dark。刚刚呢倒出来的时候被它的香气有点觉得哇，有点吓到。味道非常的浓郁耶，然后甚至有一点像是莱姆酒味道。然后你看哦，枫糖浆其实颜色真的很不一样，就是季初的时候叫做 golden， 你看这是季末的时候叫做 dark。颜色差很多吧，风味也完全不一样。喜欢浓郁这种有点大人风味，我觉得你可以选 dark。然后你在买枫糖浆的时候，你就注意一下，它上面都会写它的分级，然后以及它的颜色。回归正题，我要来试吃我的杏仁粉松饼。哇，超级松软！因为刚开始我在试这种杏仁粉松饼，都会觉得松饼非常的硬，然后很扎实，吃起来会有一种颗粒感，其实不太好吃。那这配方后来我想到就是打发全蛋，然后立刻就会变得很松软，推荐大家试试看。接下来的食谱是简易版的弗洛丁脆饼。那传统的做法呢，会使用鲜奶油啊、奶油跟大量的砂糖，把它煮到有点焦糖化。这个版本呢，什么都不用，只要3样材料而已。然后甜味剂的部分呢，我们使用的是罗汉果糖，它是0卡路里的。然后做法非常简单，这个版本吃起来超脆、超好吃。蛋白跟罗汉果糖加点香草精混合均匀啊，不用打发哦。倒入杏仁片，那确认杏仁片上面都有蛋白液，如果不够的话就斟酌多加一点。刷点柠檬皮屑，它可以呢掩盖那个罗汉果糖单吃会有点凉凉的那个后味。饼干面糊每片约1大匙的分量，然后我用直径7公分左右的圆圈把它铺平。那确认呢都不要有空隙，也是一款一锅到底，只要有汤匙就可以完成的简单甜点。低糖版的佛罗伦丁杏仁脆饼，烤温要比较低，彻底呢把它烤脆，150度烤20分钟，表面呈现金黄色之后就可以出炉。脱模之后先不用洗，把细胶垫翻面，干净的那一面呢淋上融化的苦甜巧克力，饼干盖上去，转一转，让巧克力呢完整覆盖。
稍微冰一下，表面可以再淋上巧克力做装饰，很随性很简单，但是效果超好的美美的佛罗伦丁杏仁脆饼完成。你看这样做，巧克力那一面就会很亮哦。你看没？他没有，他闻一闻。抓紧！你下来啦，快点下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经典的美式巧克力豆软饼干。那原版的食谱呢，里面有加大量的面粉啊、砂糖啊、鸡蛋，但这个版本呢，材料非常好准备，只要3样，一样符合我们的零面粉、零砂糖，连里面的巧克力豆我都有找到这个零砂糖的版本哦。它的甜味剂是来自于稀少糖，还有罗汉果糖。那我发现就是低糖烘焙呢，东西如果不好吃，你就会想要一吃再吃，还是没办法满足那个瘾头。但这一款饼干呢，完全是可以符合爱吃巧克力饼干的期待。那这饼干会用到就是杏仁奶油 （almond butter）。那杏仁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生的去打，但我建议就是稍微烘烤一下，烤个10分钟，它香味会更好。杏仁奶油有现成的，那你也可以自己做。跟花生比起来，杏仁比较不容易出油，所以如果你打一阵子都还没有好的话呢，你可以加1大匙的液体油，然后加快它的速度。低糖的巧克力豆软饼干，食材只有4样：杏仁奶油、小苏打粉、稀少糖跟全蛋。要按顺序加哦，不然面团会太湿。拌匀之后，加上无糖巧克力豆，完成。这里呢，饼干勺的直径大概是5公分。压平面糊，等等才会烤熟。以170度烤10到12分钟。这一款饼干呢，底部容易太上色，所以烤的时间不要太久。出炉之后，趁饼干还很软的状态，有一个整形的技巧，就是你可以拿一个圈圈转一转，让饼干呢更圆。在烤盘上至少放凉15分钟，都不要动它，才脱模。最后装饰撒点海盐，巧克力饼干呢，就是要有点咸味才好吃。今天的主题呢是低糖烘焙嘛，跟血糖有关，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保健品呢，我有多吃一个这个东西 ，Burberry 小薄碱，它被誉为说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，然后又可以强化心血管的健康，所以北美销量保健品 No.1 就是它。那我自己吃了2个多月，我的心得就是有时候下午会突然饿，那种很饿感觉。那吃它之后，我是觉得好像可以度过那个下午很饿的那个阶段，就没有那么想吃东西。然后另外会选择它的原因就是它是纯天然的中药，从植物的根里面提炼出来的，不是化学合成的，我觉得吃起来比较安心。那副作用的部分就是有些人吃了他会觉得头晕啊、恶心想吐，那我自己是完全没有。不过呢，你在吃之前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讨论一下再决定。好，那说到这个，我今天还没吃，我来吃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黄色的黄连素。来到下午茶点心时间，这个是我最近很爱喝的一个茶包 Honey and Sun 的 Paris， 大概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红茶了。哎，这茶超香的，就它有红茶的基底，但是呢一点都不会涩，而且太妃糖的香气，就喝起来有一种甜甜的味道，非常喜欢。然后今天好幸福哦，做了好多款无糖的甜点。如果你喜欢脆的饼干的话，这一款佛罗伦丁饼干一定要试试看。
天哪，好脆哦，完全吃不出来是代糖做的，非常非常好吃真的。这几天呢，我跟小当家2个饭后都会吃一片，而且它是用蛋白做的。如果你是常在做烘焙的话，应该会像我一样，冰箱有很多剩的蛋白，就可以来做这款饼干。另外呢，你喜欢软饼干的话呢，就可以来做这一款没有用任何面粉做的巧克力软饼干。可以看到呢，它这是放了第2天了，还非常的柔软，一点都不会干。哇，很好吃，吃起来跟一般的饼干完全一样哦。即使没有面粉，可是它会有一个自然的一个那种嚼劲，然后那个坚果的味道跟巧克力搭配的很好，很棒。然后现在来切我的巴斯克乳酪蛋糕。好好吃哦！它表皮呢有点焦香的，中心呢像在吃冰淇淋一样，超级滑顺 ，smooth 到不行。甜度就是一点点的微甜，刚刚好，非常非常好吃。这一次的食谱当中呢，有用到2种代糖，第一种就是我们的罗汉果糖，然后第2种呢是稀少糖。那罗汉果因为它本身的甜度是砂糖的好几百倍，为了让大家使用方便呢，通常品牌呢还会跟其他的糖混合，像这个品牌就是跟赤藻糖醇混合，那混合下来呢，大概就是1:1的替换砂糖。那另外一个稀少糖部分呢，它就很单纯，它没有跟其他代糖混合，甜度也跟砂糖差不多。那你在使用上，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加在饮料内让饮料变甜，就不用考虑太多。那如果你今天要用在烘焙上呢，代糖跟砂糖它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有发现几个有趣的代糖的使用大原则跟你们分享。第一个原则就是罗汉果糖呢会让你的品相变脆，稀少糖呢会让品相变软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我们佛伦丁脆饼，这是用罗汉果糖，就可以听到它那个清脆啪啦一声，而且放了好几天之后都还是很脆。如果是用稀少糖，看到烂鼻波，就是刚烤完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软到从烤盘上几乎拿不起来，然后即使我烤的时间很长，想说把水分烤干都没用，还是会像这样。不过这也不是缺点哦，根据你的品相呢来选择。像我们做巧克力软饼干的时候，看到我们的稀少糖呢就很厉害啦，发威就可以做出软饼干那种中心软，然后有嚼劲，然后外边有点脆的这个口感。用我们的罗汉果糖，我们的饼干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恐怖，烂逼波，然后表面充满皱纹，然后非常的脆，一点都不软。所以呢，只要了解代糖特性之后，搭配它适合的品相，就可以发挥的比较好。第2个呢，就是稀少糖呢，它是所有代糖里面可以达到焦糖化反应的糖，这是它很特别的部分。像我们今天的那个巴斯克蛋糕，可以有这么漂亮这个焦糖化的反应呢，就只有稀少糖可以做到，其他像是用罗汉果糖或是赤藻糖醇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。所以这些代糖的食谱里面用的那个糖的种类是不能任意替换的。它的小缺点就是它的上色跟砂糖比非常快，所以如果你原本的食谱是砂糖，你要替换成稀少糖的话，你的烤温呢最好降个10度到15度，才不会容易过焦。那最后呢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清洁剂，那它的特色就是植物性的原料，而且它里面加的都是纯天然的精油，然后清得很干净。像这一罐它是迷迭香还有薄荷，然后很香。不像很多市面上的清洁剂啊，都是化学的，然后添加那种很刺鼻的天然香精，那这一罐就不是，那还有补充包哦。那提醒大家一下 ，iHerb 呢是国外平台，所以如果你一单买超过2000元的话，你会被课税哦。一般品项是5%，保健品是30%。那这平台呢是1250免运，所以最推荐的金额就是你买超过1250，但是2000元以下，这样子呢就是免运费，然后也免收关税。半年呢有6次机会可以这样做。iHerb 网站虽然有来自全球的品牌，商品超多种，但是分类很齐全。像我时不时就会看一下畅销榜，有台湾跟全球的排行榜，每一个分类都有，看看大家呢都在买什么。像这次替代 Nutella 的零砂糖榛果巧克力酱，就是透过排行榜碰巧看到的，而且他们家送货速度超快，平均3到5天就可以收到产品哦。影片提到的低糖好物连结我都列在下方，希望你们喜欢本集的吃不胖甜点分享，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。我是热爱烘焙的巧儿，下次见咯，ciao。